江湖盛传能断干将，可摧莫邪神剑出世。武林浩劫，这个神剑便是天地剑。武林各路豪门名派为了争夺天地剑，祸乱天下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名门正派的玄山派的老祖也为此剑出关了。玄山派身为正教，自然阻止这场祸乱。天地剑不毁，武林中永无安宁之日。让钱文和昆元下山争夺天地剑，两人久立江湖，天下尽知玄山派乾坤双雄武功极佳。二人下山分开行动，3日后在龙门镇如归客店相逢。于钱文刚下山，半路只见一女侠在身边纵马而过，行至前路遭遇偷袭，只见娇娇掏出长鞭，并未下马便将匪徒放倒。回首看到钱文，便将他认作匪徒同伙，一鞭上去，钱文轻松接下，3个飞针急速飞出，钱文使用3叠映月，便轻松将暗器挡下。娇娇夸赞钱文武功了得，却看见钱文毫不顾忌地盯着自己。古代女子哪受得了这般窥看，不由得害羞起来。哪知钱文在意的只是他背后的宝剑，娇娇直接拔出剑身，证明这不是天地剑，便恼羞成怒地策马而去。路上，娇娇想起钱文的眼神，越想越羞涩。小编忍不住想问，这个拨动树叶表示羞涩的场景，为什么要选松针树？真的不扎脸吗？夜幕降临，此时昆元这边有了天地剑的发现，只见2名盗墓贼鬼鬼祟祟潜入坟墓，昆元感觉不对劲，跟了上去。2人到了半辈子坟墓，也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坟墓。俗话说，坟墓越怪，死得越快，还真是应验了。进入密道后，只见满地金银财宝，随后密道陷阱发动，2人便两命呜呼。跟随后面的昆元发现不对，跟了上来，发现这个坟墓正是天地剑的埋葬地，拿上天地剑闯过重重陷阱逃出，却被外面的娇娇发现。娇娇看到昆元手中正是赫赫有名的天地剑，出其不意一边抢夺过来，看到昆元发现，随后抬手就是毒镖扔出。昆元辛辛苦苦找的宝剑还没有暖热，自己都没了。娇娇上前查看，发现昆元的金钱镖和白天轻薄自己的钱文的对比，这不就是钱文的师弟吗？娇娇于心不忍，随后假扮钱文，带着昏迷的昆元来到雨门镖局，想要镖局的人把昆元送到师门挽救。先礼后兵，亮出自己的钱财奖赏，随后便威胁，要是送不到便来屠门。娇娇有着如此巨款和一身功夫，自然是名门贵族，她乃是五毒教教主之女，她还有个兄长猴子哥，整个教门都在寻找天地剑，正好看到雨门镖局送镖，声势浩大，让猴子哥误以为押送的是天地剑。猴子哥带领手下拦截雨门镖局，双方一番搏斗，雨门镖局见情况不对，落荒而逃。昏迷的昆元被丢在原地，发现昆元身上携带着天地剑的线索，猴子哥叫手下叫醒昆元，强行逼问天地剑的下落。看昆元全身上下就嘴硬，当即之下将昆元的4肢废掉，便将他挂在树上自生自灭。幸亏离着师门不远，下山的师弟发现昆元，将他带了回去。玄门派老祖亲自为徒弟疗伤，昆元虽然保住性命，但是以后却永远是个残疾。娇娇得知此事，以为是雨门镖局的失职，便再次假扮钱文，将雨门镖局满门屠杀殆尽，随后便逃走。哪知道真正钱文来到了雨门镖局，因为约定时间师弟并未到来，想要到镖局打探消息。巧合的是，镖局的援兵赶来，钱文被当作凶手，百口莫辩后只能翻墙逃走。哪知镖局中还有人存活，说屠杀雨门镖局的正是钱文。逃走后的钱文遇到了娇娇，夜深人静，两人相谈甚欢，情投意合。而钱文却表示自己师弟失踪，天地剑也没有找到。娇娇心知肚明，却难以启齿。看到心上人如此悲伤，表示自己府中有一把剑相似，便邀请去家中坐坐。两人刚进入娇娇家中，王坛主就要登门拜访，娇娇瞬间慌了。原来五毒教有规矩，不能带外人进入，只好让侍女谎称自己生病。娇娇装作已经就寝，让钱文在身边藏起来。王坛主见状，半信半疑地走了。同床后的2人满脸娇羞，委屈你了，得罪姑娘。两人穿戴好衣物后，娇娇这时取出天地剑，钱文一眼认定这便是天地剑。娇娇将天地剑相赠作为报酬，提出和钱文一起护送宝剑回师门。两人刚一出去，便被王坛主拦下。王坛主早就察觉不对，便在这儿守株待兔。王坛主直接使用迷烟，却被一个老头出手相救。老头表示想要研究天地剑，表示钱文要是武功比自己深厚，便可以拿走天地剑，就算输了也不要紧，自己1个月后登门还剑。
钱文自知不是对手，便要离去。老头这时候拦住他们，他觉得两个人郎才女貌，便想当一次月老。两人也是情投意合，表面十分害羞，但是答应的也是十分痛快。等到钱文回到师门，老祖自然也是没有意见，现在只需要五毒门教主答应便可。娇娇自然想起了坤元，自己出手误杀，导致终身瘫痪，找到坤元后表达自己的歉意。坤元得知娇娇和师哥真心相爱，自己也想开了，不料却被自己师妹听到这一切。小师妹将此事告知老祖，老祖便让钱文为师弟报仇。可是钱文迟迟下不去见，看到情深意切的二人，师妹也是无可奈何。既然这样，玄门派回不去了。娇娇带着钱文回到了五毒教中，没想到雨门镖局的人找上门来，听说钱文藏在五毒教中，便要求五毒教教主交出钱文。教主找到女儿询问此事，娇娇承认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。这种情况下，教主怎会相信？以为女儿愿意为情郎袒护，教主便自己找到钱文，将事情说出。钱文表示为了不连累娇娇，自己出去寻找凶手，留下书信便离去。出逃后的钱文被镖局埋伏，直接迷晕，被押到玄门派兴师问罪。但是玄门派终究是武道大派，老祖实力也摆在那里，镖局的人自然不会胡乱行事。叫醒钱文来质问，并且找到当时唯一存活的证人，一口咬定就是钱文下手屠杀满门。得知消息的娇娇也赶来，将一切实情说出，被众人误以为是为情郎顶罪。关键时刻，老头前来还剑，自己刚当月老，怎么就看着两人殉情呢？拿着天地剑，气势逼人，表示谁要再伤他二人，先试一试天地剑的威力。此时，猴子哥带着五毒教的人赶来，猴子哥也找到了一把天地剑，本来想要统一江湖，看到老头也有天地剑，自然想要辨认真伪。两把天地剑碰撞在一起，竟然同时断裂。这时候，老祖突然明白，天地剑本就是天剑和地剑两把剑，两剑相撞便可以化解浩劫。此时，娇娇也换成行凶雨门镖局时的装扮，证人当即认出娇娇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娇娇此时便刻出血来，她自知这件事难以和解，出来前便服下毒药，此毒无药可救。临死前的娇娇最后心愿便是想要和钱文拜堂成亲。猴子哥此时站了出来，驱散众人，便来坤元的身前自断一腿赔罪。娇娇和钱文拜堂过后，便撒手人寰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有意见和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